比特币在减半前会暴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持有之前所开的这3张多单，那仓位价值呢其实一模一样。其实我们开的仓位真的是不大，真的不大，只是我们吃到了非常可观的涨幅。你可以看到呢，我们70多块开的，然后拿到了90多块，那这个其实也是之前的单子了。那当然，我相信它还会有往后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涨幅。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也可以参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活动。那这2个活动呢，互不影响啊，可以同时参加。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距离减半只剩下70天了。70天其实非常非常的短，只剩下2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那其实，在比特币过往的历史当中呢，当我们在减半的前后其实都会有暴跌，这个其实也非常合理因为在减半前就会有非常多人去布局，包括比特币的现货啦、多单啦等等的多头部位，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庄家他就会来一个下跌，然后把这些人呢都给清出市场。那这有利于庄家把他的利润呢最大化。其实我们可以复盘过往的历史确实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我们可以先点开周线图表呢，并且我们来看一下红色线呢，它就标示着比特币减半的时间。那我们上次减半呢，就在5月多嘛。那在上一次减半呢，在4年前的7月多。那在上一次减半就到12年的11月了。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这3轮减半呢，基本上你看我们在减半前对不对？这个位置我们出现了暴跌，那这里是312，其实也很正常的。当时呢，我们大约在这附近的行情的时候呢，哇，所有人都在准备的做多，准备牛市的到来已经提前布局好了。布局好之后呢，然后行情它就迎来了这种非常夸张的下杀。我相信这个也很难在比特币后续的行情见到了。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跌幅非常的夸张就直接跌了60多%，60多%这什么概念只剩下40%了，就是比特币现在在4万多，对不对？那我们直接跌到大概在17000左右，17000左右，就从现在的价格跌到17000，差增到17000，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夸张的跌幅那我们又可以看到，我们在更前面的行情呢，在这个位置我们也出现了跌幅它也是在减半之后，等于说，我们减半后呢，然后就开始狂跌那你可以稍微测量一下，这个跌幅呢，它也有来到40个百分点40个百分点也不小了如果我们换算到现在，等于说比特币只剩下6000了，现在4万3嘛，剩下6000就是2580025600，那这也是非常非常夸张的跌幅真的是非常的扯到25600，我相信所有的杠杆一定都会被清出场的。那我们再看到更前面的一轮，这次呢它就没有跌幅，但这个也跟后面2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在12年的时候呢，其实市场上是没办法做杠杆的，所以庄家他也没有必要清杠杆了不起就是清现货，所以他也没有这么做。那我们后续2次呢，我们都有看到这个情况。那我们即将在今年的4月、5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即将迎来减半已经在倒数了真的在倒数了。那我们会不会在减半的前后来了一波暴跌呢？其实我们应该观察庄家他为什么会暴跌呢？就是有利于庄家最大化他的利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来回答3个问题。这3个问题，如果大家心里都有答案的话呢，那当然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了。如果大家都找到答案了，或者说心里有答案了，那其实也可以解答我们对它在减半前，或者说减半前后，它到底会不会暴跌，也就会有答案了。那第一点呢，我们必须了解庄家他为什么会希望下跌呢？庄家希望车上人多还是少？你觉得庄家他希望人多还是少呢？大家都知道会涨，那最后行情上涨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就以我们这个未来2年的时间
肯定是上涨的。那庄家希望车上的人多还是少呢？那肯定是少，对不对？因为人少啊，就有助于这个筹码比较稳定。那如果人多的话，哇，很多获利了结盘一抛，那比特币就很难上涨，庄家的利润就会有限。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必须回答：现在就是当下，车上的人多还是少呢？现在的人多还是少？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下跌啊，应该说跌了，车上的人会变多还是变少？这三个问题呢，灵魂三问。这三个问题，如果当大家都有答案的时候呢，或者说大家都找到答案的时候，那其实也可以回答我们今天提到的问题，就是在减半前后会不会暴跌呢？那我们来说明一下我们的观点，或者说我们的观察吧。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就这三个问题呢，然后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如果你自己寻找到答案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可以做出判断。当然了，这三个问题呢，它所导向的这个结论呢是不会错的。当然我有可能观察是错的，我有可能我的操作是错的，但这三个问题呢所导向的结论呢一定会是对的。第一，庄家希望车上的人多还是少？肯定是希望人少咯。人少它比较好拉盘。那现在车上的人多还是少呢？其实当你要观察现在有现货有多单的人多还是人少的时候，你只要观察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还有没有人在喊着抄底。如果很多人喊着抄底的话，那车上的人一定是少的，那如果说大家都不喊抄底了，那车上的人就会是多。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现在市场上的情况，就包括比如说群组啦，或者说 Twitter 啦，或者说各式各样的管道，你都可以观察这个市场情绪。而且市场情绪，说实话，很多时候呢，比技术分析还要更准确因为其实庄家操弄的就是人心啊。那当然，我认为车上的现在的人一定是少的。那第三点，如果现在就跌了，当然你说我们在5个月或6个月后有没有可能暴跌？可能，但是我们现在跌是讨论减半的附近如果它真的跌了，真的像前面那种跌幅那车上的人会变多还是会变少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准备，就是现在跌了准备抄底的人多还是人少呢？据我的观察，其实等着跌的抄底的人一定是很多的。那跌了的话，车上的一定会变多，那这绝对不是庄家所希望看到的。那当然呢，你说它可能最近会比较难出现那样子的暴跌但是如果我们哪天其实我们一样是回到这三个问题身上你说什么时候会暴跌呢？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如果哪天车上的人很多了，那当然庄家不希望车上的人多，然后现在的车上的人又多了，那跌了，车上的人会变少，那庄家就一定会让盘面下跌。所以其实我们最终都是回到这三个问题身上那这三个问题呢，当然我有我的答案，你也可以去寻找你自己的答案，然后再把你的答案呢套在这个问题的上面，你就可以得到最终你的判断。那当然大家也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我肯定是会为我自己的判断负责的，因为我们都是用真金白银在操作。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呢，现在很多网站上都有整理这些 ETF 它的各项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呢 ，iBIT iShares 的 Bitcoin Trust 它的交易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交易量当然现在我们应该很仔细的观察交易量，已经来到了10个 million 1000万美金。当然我们观察绝对的数值没有意义，因为这个量它都是相对的，我们应该去跟 GBTC 去做比较GBTC 它只有 9.82 个 million 就是982万的美金。那其实 iBIT 已经超过了 GBTC 了，这个其实是第一次这样子。毕竟我们才上线10几天嘛，以前都是 GBTC 要比iBIT 还有 FBTC 要来的大得多。那我们之前有谈到GBTC 它的成交量一定会逐渐的缩小到绝对要比这个 Fidelity 要来的小得多。那 GBTC 它的交易量开始变小，甚至被 iBIT
慢慢超车了啊，然后逐渐缩小，就可以代表 GBTC 它的抛压呢，其实也绝对在萎缩，也绝对在萎缩。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峰值早就过了，峰值早就过了，这也是我们在好几天前的影片当中有提到过的。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慢慢发酵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